阿云与阿志是当兵时的同梯，在军中情同手足，互相照应，互相扶持，放假总是一起请，退伍后也约定好要常联络。退伍后，两人各自找到理想的工作，生活步上正轨。1年后，阿志的公司因经营困难，整批资遣员工，他不得不重新找工作。某天，阿志无意间看到阿云任职的大公司正在招募，心想，既然阿云在这里，环境一定不错，我也去试试看吧。他顺利通过面试，当下便兴奋地打电话给阿云报喜。没想到电话那头的阿云却沉默了一下，接着语气冷淡地说，你确定要来？这公司其实不好，我自己都想离职了，你要不要再看看其他机会？阿志一听愣住了，他相信阿云的话，于是婉拒了这份工作，转而选择另一间中型企业上班。时间一晃就是5年，阿云仍在那间他口中不好的大公司里工作，甚至升上了主管职，工作稳定，待遇优渥。阿志有时想起当年的情谊，会主动联络阿云，却总被推说太忙，无法见面。电话接起来没几句，对方就说现在忙，晚点再说，然后匆匆挂断。阿志这才明白，原来自己始终把这段关系看得太重，而对方早已不再把自己当朋友，甚至当初那句公司不好，也许只是不愿与他共事的借口罢了。有些人走过一段路，就该学会放下，有些情停在过去，才不会变质。别把回忆当成未来的保证，也别因一段过往就高估你在别人生命中的分量。真正的朋友不会怕你靠近，更不会在你需要时选择冷淡疏离。阿华和阿志从国中就是死党，两人下课后一起打篮球，一起补习，一起玩线上游戏，几乎所有青春的记忆都一起经历。后来毕业各自工作，虽然联络变少，但阿志一直认为两人的感情不会变。他甚至常说，阿华结婚我一定当伴郎。直到某天，他在脸书看到阿华的婚礼照片，笑得灿烂，婚礼热闹非凡。阿志却连通知都没收到，他一开始不敢相信，还想是不是看错了。他鼓起勇气打电话给阿华问，你结婚了，怎么没通知我？阿华只是回答，因为怕打扰你，且场地人数限制，所以没通知所有朋友。那一刻，阿志才明白，原来他们的关系早已不像他想的那么亲近了。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常常会发现，曾经亲密无间的人，逐渐变得陌生，甚至疏远。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高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彼此会永远在对方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脆弱，而当我们无法看清这一点时，最终会发现自己被深深伤害。人际关系的脆弱与残酷。看清真实的交往法则。人际关系就像一面精致的玻璃，透明闪耀，但稍有不慎就会裂开。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暗藏风险。一句话没说好，可能带来误解；一个小动作，可能被无限放大成冷漠。这种脆弱让人际关系时刻处于一种危险的平衡之中。小美和小林是多年的好友，却因一次旅行中的意见分歧，关系急转直下。原本简单的争吵，却因双方都未及时解释，演变成了长久的冷战。最终，他们各自过上自己的生活，却无法再回到过去。现实生活中，利益往往能撕开人际关系的假面具。那些看似亲密无间的朋友，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均而成为陌路人。当人们发现情感无法带来实质回报时，他们选择撤退，甚至背叛。在人际交往中，有时表面的热络掩盖不了真实的冷漠。那些逢场作戏的寒暄，并不意味着真心。当你需要帮助时，才会发现有多少人选择冷眼旁观，只有极少数人会伸出援手。小伦遭遇工作上的重大挫折，
他向朋友圈中的几个好友寻求帮助，最终真正愿意站出来支持他的，竟然是平日关系最淡的老同学，而那些天天联络的好兄弟却极顾推脱。人生不同阶段，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改变，从学校到职场，从单身到婚姻，交往圈层不断重组，有些关系无论你如何努力维系，也终将走向终点。残酷的是，你往往无法阻止这种自然的分离。小珍结婚后，逐渐疏远了过去的闺蜜圈，她曾努力尝试维持联系，但生活的重心不同，话题不再一致，导致聚会时的沉默越来越多。最终，她接受了彼此的渐行渐远，将心思放在家庭上。既然人际关系充满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应对？接受真实，人际关系并非永恒，接受变化是成长的一部分。懂得筛选，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值得的人身上，远离虚假与消耗，保持界限，不要过度付出，善良要有底线，懂得为自己设防，注重自己，无论谁来谁走，唯有自我成长，才能让你在任何关系中保持主动权。人际关系的脆弱与残酷，并不是要让我们感到绝望，而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看清真相。生命中的每段关系，无论深浅，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真正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朋友，而是找到那些无论风雨都愿意陪你走下去的人。二，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在生活中，我们习惯于将他人对自己的某些好意解读为深厚的情感或牢固的关系。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人际关系本质上具有流动性，受环境、利益和时机的影响，并非所有的关系都如我们想象般稳固或深厚。高估一段关系容易导致过度依赖或期待，最终却以失望告终。保持适度的自知与清醒，能帮助我们在各种人际互动中找到平衡，并保护自己。小哲和同事小雨在专案合作中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小哲认为他们的关系超越了同事界限，甚至开始依赖小雨帮他处理工作上的困难。然而，当升职机会出现时，小雨选择了自己争取，甚至在背后对小哲的表现进行批评。这让小哲深刻明白，工作中的朋友更多时候只是利益交集，并非真正的情谊。在人际关系中，懂得适当拉远距离，不仅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智慧。过度亲密容易让人忽视界限，甚至导致双方都感到压力。反而保持适当距离，能让彼此更加珍惜这段关系。如何拉远距离又不伤感情？不过分依赖他人。解决问题时，先尝试自己努力，而非一味向朋友或家人求助。设立清晰界限，无论是情感、时间还是金钱，都要有自己的底线，不让他人轻易越界。学会接受冷淡，当对方态度变了，不要急于挽回或指责，而是冷静分析这段关系的真实性。不要高估任何关系，并不是让我们怀疑所有人，而是学会用理性看待人际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人不会因距离而疏远，也不会因一时的利益而背弃你。三，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会找你。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只会在他们需要帮助时才出现，而当你需要他们时，却发现对方不见踪影。这种现象看似冷漠，但却反映了人性的某些现实。大多数人本能的追求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当你能提供价值时，他们自然靠近，而当你无法满足他们需求时，这段关系就会被搁置。人们倾向于追求回报率最高的关系，当你发现对方只是利用你时，难免会感到被忽视、失望，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持续满足这种单向需求，会让你耗尽精力，最终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人际交往。当别人频繁找你帮忙却毫无回报时，要敢于设立界限，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关心你的人身上，而非一味迎合那些只在需要时才找你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曾经亲近过，也可能在某个时间点远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败或孤单。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适应这些变化，懂得放下过往的依赖，珍惜当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人际关系的残酷真相是，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永恒不变。学会接受并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在生活中更为成熟与坚强。